对欧洲微笑，对美国应对。王毅在慕尼黑展现中国外交智慧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先少。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，第59届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闭幕，40多个国家的元首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防务高官及专家与会。而中国此次参会的是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，规格同样非常高。慕尼黑安全会议是当今全球最重要的国际安全论坛之一。中国作为全球经济总量排名第2的国家，王毅在这次大会上的表现，特别是区别对待美国和欧洲的态度，引发了各方的高度关注。在欧洲不得不面对战争的特殊背景下，中国为了维护世界和平，塑造对自己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，以这一重要的国际安全会议为舞台，展示了高超的外交智慧。具体表现有这么几个方面：第一，力推乌克兰和平建议，让中欧关系与俄乌关系脱钩。美国一直试图利用俄乌冲突以及俄欧矛盾离间中国与欧洲的关系。这次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题实际上并没有安全2字，讨论的焦点就是如何收拾俄罗斯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罕见表态要发表自己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，这让深受俄乌冲突之害的欧洲感受到了一丝温暖。中国负责任的和平主张与美国利用战争收割欧洲的行径完全不同。中国在告诉欧洲国家，中欧关系与俄欧关系没有直接联系，而且中国才是维持欧洲利益的和平方案推动者。第二，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，力争与欧洲大国加强合作。几天的行程下来，王毅频频对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等欧盟大国释放善意，表达了加强中欧合作的强烈意愿。法方的表现也很积极，总统马克龙、外事顾问博纳、外交部长克鲁纳等政要会见了王毅。法方表示愿意参加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，取消对中国旅客入境限制措施，给王毅送上了一份烘托气氛的见面礼。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同意中意尽快重启合作机制，强调欧中加强合作对于应对全球挑战至关重要，期待促进相互投资，扩大贸易规模。德国总理舒尔茨对王毅表示，德国将坚定发展同中国的经贸关系，反对任何形式的脱钩。可以看出，中国对待欧洲大国的态度是满满的善意，欧洲大国也心领神会，双方力推疫情之后的合作，都在想办法消除俄乌冲突给中欧关系所带来的不利影响。第三，应对美国，让欧洲看清美国的丑恶嘴脸。王毅直接告诉美国，别好话说尽，坏事做绝。针对美国利用芯片打压中国的情况，王毅称美方没有巧取，只有豪夺。针对气球事件，中方要美方拿出诚意，正视并解决滥用武力给中美关系造成的损害。对美方迟疑借题发挥、炒作升级、扩大事态，中方必将奉陪到底，一切后果将由美方承担。可见，中国对于美国惯用的前面承诺后面推翻、出尔反尔的行为已经是非常不耐烦了。王毅的话说得很重，表达出对拜登政府非理性言行的不满，甚至质疑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诚意。虽然说双方对话比不对话好，但是中国明确表示，不管你美国出什么烂招，我们都接着。你想竞争就竞争，你想对抗就对抗，中国可不是软柿子。许多西方媒体认为，王毅当着各国诸多政要和专家学者的面，用如此激烈的言辞抨击美国，在中国外交史上是十分罕见的。其实，中国笑对欧洲，冷对美国，就是要区别对待欧洲与美国，塑造对中国和平发展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。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，俄乌冲突仍然持续的背景下，欧洲大国不仅希望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，甚至对中国斡旋乌克兰危机也有期待。中国始终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保持中立，但是也会在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维持平衡。只要中欧关系稳步发展，美国企图拉拢其他国家围堵中国就没有太多的机会，而这一点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